台湾第一点。这一桌是大哥说保证不雷，这龙胆石斑，你看这个油脂，这个季节我刚好，在嘴巴里那感觉哦，鱼册，哎，没吃过哎。哦，你在变魔术吗？漂亮吧？很黑吧？哎，好漂亮哦！芝麻坏打芝麻，这个就是芝麻的眼泪。是有，你再一次你就知道这个有多辛苦，要不然人家都觉得我在演很辛苦，麻烦排队。这个麻油这样子。水仙宫距今有300多年的历史，建于清朝时期。是最早的市集之一，也是台南人采买的好地方。要找台南的飘香好物100年，来这就对了。走。台南是台湾最早开发的城市，在300多年的文化熏陶之下，不论是传统建筑、古迹，或是一个街角，都有着满满的故事。不止在硬体上有着昔日风光，软体上身为美食之都的府城，也有着它独特的韵味，传承着记忆中的老味道。老板，哎，你好。听说你们的鱼都是自己钓的？对，有的自己钓的。是哦。对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像这个？那是老虎斑。老虎斑。对。那个嘞？那叫黄帝星。黄帝星。哎。算那个红条类的。昂条啊，对，七代石斑。七代石斑，这些都在永城都在几米？差不多135。哇，130算蛮深的地方了。对。你们是自己钓？对，因为我们都有那个卷线器都电动的。对。但是你自己钓，为什么会在市场里面卖？哎，我们从小就这样的，喜欢钓起来的鱼自己卖。自己钓自己卖有的人买去我哥哥那边吃啊。你哥哥那边吃？你哥哥哪边？三兄弟啊。三兄弟啊，在我们水仙宫市在旁边而已嘛。对，旁边而已。好啊。哎，那我等下要拿什么过去给他煮啊？哎，最近钓鱼的是什么？一般我是钓鱼的嘛。你干呢？鱼叶干，你有鱼叶干哦？鱼叶干的。对，我该做的。对。我等下你看，我来。好啊。你带给我等下来要等你哦。好。哎，这样就有鱼叶干可以吃哎。好，待会见。你先无用。兵哥排行老幺，三兄弟从小跟着爸爸出海捕鱼，不仅练就了一身海钓的好功夫，就连料理也拿手，在市场算是一条龙经营了。去钓，然后回来就有卖的习惯。小1、小2我还不知道在干嘛哎，小1、小2我还在玩阿飘吧。那个时候幼稚园没有读嘛，对。然后小1、小2爸爸就喜欢跟爸爸去看爸爸在干嘛。对。他学着就学会钓。所以阿伯那一代是已经开始是在钓鱼，钓回来你那时候就会卖了吗？不会，就跟在爸爸旁边看。但是阿伯那时候是开始有在卖，已经有在卖了。但是你弟弟那边卖的鱼，它是比较大，对不对？对。它这边它比较小。因为我这边摆设了鱼，就是说，个人来的话，一餐可以吃的大小刚好。对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是怎么做？如果鱼种不同，我会跟他说每一种建议。对，建议说这种鱼的烹调方法有哪几种哈？如果干煎最好的是哪一种？干煎最好目前是这种石卤嘎罗啊，我们还有这边说塔罗啊，还有沙梭。它这个比较深海的就是嘎邦，嘎邦也可以干煎。对，就这样。你知道我小时候最喜欢吃什么干煎吗？霸鸡啦。我这种时候穷人小孩最喜欢吃这种霸鸡啦干煎，小河虾。对，最好。我有一个纳闷的问题，大哥，对面的那个控肉便当、卤鸡腿便当，它那个40块的价钱，烧肉便当35块的价钱，那是几档钱？差不多我算一下，18年有了。这个价格已经回不去了。我刚一来我说有这种东西这么便宜，水仙宫市场。水仙宫市场早在清朝时期便因水仙宫前方是5条港的港道，商业活动盛行，聚集摊贩而形成了市集，流传至今，成为台南最古老的市场之一。主要以贩售蔬果及生鲜熟食为主，是台南人的大厨房。上面这龙胆石斑，你来弄石斑？对啊。我以前在台南读书我读南台，我住学校宿舍。然后有台南的在地的同学，早上大家会约吃早餐，第一档炒到脚现在的牛肉汤，我想一早起来就牛肉汤，好，渐渐开始习惯了以后，一早起来就又鲜鱼汤，
然后又有什么炒面、肉燥饭，然后肉燥饭，就差没有一早起来擦神一薏米。然后对，然后我就觉得在台南吃早餐是一件，他们说就是一早起来就想要吃到很暖、很饱，然后很饱，然后身体就很如果足这样。一天要有工作的话，吃着饱足感的话，对好推它的。龙胆石斑，来一下哈。哦，好好吃哦。这是你们自己钓的吗？这个是朋友他们渔船的，渔船钓的。哦，这是啊，这是西瓜棉。西瓜棉。对。你说只有台南才有？对，南部这边才有。酸酸的微它酸。好像什么腌制的酱瓜类。对，然后脆脆的。对，很好吃哎。微酸，它容易煮蒜头的椰浆也变滴滴，酸中会带回甘，会带甜。哦，加蒜头下去就会。对。哦，好暖哦，暖的，有暖心的感觉。它这个就是刚你弟弟说的，对，他自己晒的叶干，对。哇，哦，你知道我们花莲海边人，我吃诺啊比较粗鲁一点，也有手工，内行的吃法，对啊。哎，这个是，哎，你看这个油脂，这个季节我丢刚好，我最当季的鱼。哇，其实相对来说，在大哥你那边吃鱼，也算是一种蛮低碳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也算是吃当季吃当地的。对啊。什么季节钓什么鱼，卖什么鱼这样。最好是小的我都会放生比较多啊。哦，小的放大的留。对。难怪你的生意会永续，大海对你这么好，对不对？地尾鱼最好吃的就是它的这个腮帮子，眼睛边的这个腮帮子这一块肉，这块肉是最好吃的。你看哦，很多人都会忽略了这一块肉，不浪费任何一部分。哇，太好吃了吧！三兄弟在水仙宫市场开了20几年的鱼汤店，每天早上6点一开店，就有在地人上门，要来上一碗现抓现宰的鲜美鱼汤。而每天不是出海，就是在滩头忙碌的俊哥，对市场可说是了若指掌哦。所以这个市场里面还是有很多隐藏版的美食。对。像这个像是油饭，这就是老店，这个阿姨真的吗？老板娘在送我们油饭吃。真的哦。对啊。你家做偌久？足久啊，足久啊。因啊做甲这样时，你这样是几岁？超香的。我这样会70几啊。看无啥会出来呢？啊，我看不啥。看不出来啦，你上最加减50岁尔，你别骗人啦。我别讲73了哦，哇塞，做很久了呢，超过1甲子的哎。哦，香，它那个油葱的味道，哦，很舒服，很好吃。你有个头耶，但是早上出来有长辈，有长辈在哦，很难就自己先动筷子，你知道吗？你先吃，不好意思哈。很道地。我跟你讲，这是传统的味道。对，很道地的古早味。这是传统的味道，而且这个时候啊，上面呢再来一点点鱼松。对。哦，迷人呢。我们南部口味呢还是有会带一点点甜味。对。但是你如果没有吃到这个甜味，就不是来到台南。对，因为还是要有一点点那个甜，一点点。你别想，藕桂，推荐跟那边的客人推荐藕桂。他推荐藕桂哦，他的藕桂切小块，这小块下来的吧。来，你的查甫囡仔食大地吗？来啦，小大地啦。干嘛吃？哇，有够好吃的。你藕桂飘起来，有些藕桂你吃下去，你会直接吃到那个桂粉的感觉。对，粉很多。它这个藕桂是藕比较多，对，桂比较少，藕桂飘。大哥说，全台南最好吃的火锅料都在这里，在这边。哇塞！大家都生气啊！安尼吼，嘿，
另外来讲哦，这个是5刀，这2刀，或者7刀，或者20块。这是5刀，150。啊，这个哈，150跟270。嘿，什么叫鱼册？以什么鱼肉做的？安尼。高尾鱼。高尾鱼。高尾鱼嘿。高尾嘛，愈掠愈少啊。愈少，高尾愈因为我们海底吃的一直对少。它就是它的做的形状，就是以前我们没有纸张嘛，对，就是用那个竹子啊做一个，袂像迄个，袂像咱咧读册安尼迄个。啊，这更改地方一寸，安尼。像书一样。串在一起的那个鱼册，头目鱼的鱼肉下去做它的外皮，然后用皮把它里面包猪肉包起来。对。它大概是像一个鱼饺的概念，他们鱼饺也不是像鱼饺，它还蛮特殊的，这只有我们台南有。对，哎，我真的还不知道呢。你们做多久了？50年了。50年啊！我17岁开始做，哇，干嘛？泄露年纪。但是你看，跟17岁差不多这呢。哎呦，差比用高低。现在的鱼哦，其实很少。越来越少。对的，啊，以前的鱼就是很大尾，对，以前还有把个做给对，基本上是愈来愈细只。不是，这个其实以我这一辈，他还没有长大，他就对，以我这一辈在看的这个观念就是说，我常常在讲说，大海哦，就是像一个银行一样，你如果去，你把本金都连大小通吃，连本金都抓走了，你不会有利息啊。对。但是我如果说他会一直源源不绝的生利息，像大哥你只拿利息的情况下，你可能会抵押腾做。这个是什么？蒜头鱼丸。什么叫蒜头鱼丸？3点水几刷。像不像那个秋葵？然后烫完以后你就可以吃。可以吃，只是说它有一点臭青味。没呢，我根本就会加呢。一个人就可以嫁了吗？好，然后的来放上来，这样子压死。啊，你手要这样子。我怎么感觉我们俩现在有点浪漫？台湾第1点，这个是什么？蒜头鱼丸。什么叫蒜头鱼丸？3点水几刷。汕头广东汕头鱼丸，广东汕头。对。汕头为什么它会用这样的形状？广东就是这么做。对，它本来就是这样子做。它们这个东西都是纯鱼浆岛，没有添加物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容易坏掉，不容易放太久。这个能放多久？2、3天要吃完。2、3天一定要吃完。你家里来这个不套混。对哦。所以你如果能种的话，它会比较硬。我可以捏一个起来看一下。可以啊，起来吗？对啊。这个我们回家怎么做？你如果要照着这个那个纹路可以。对。有的客人说太小了。对。他就1块半。这算广东汕头沿海的那种口味的火锅。哎，这个我也是第一次看到，好酷哦！哎，这个如果下去干煎也会很好吃的。干煎哦，干煎，我都是用炸的。炸的哈。在我以前去到任何一个城市啊，我只要出去玩呢，肚子饿，你不知道这个城市有什么的时候，你只要找2个地方，一个就是大学附近，一定有很多吃的；再来就是他们最传统的传统市场，里面一定有好吃的。我们现在来传统上，这家有什么？有鸡，因为我们的鸡肉是都一定要现宰的，现宰温体的鸡肉，温体鸡肉。接下来靠你，我们今天因为这里我吃不开，想说来剁一下盐水鸡。好啊，哎，这里我看还有很多卤味。对呀，他们什么当然任何东西都卤得很入味，都很好吃，不是说啊旁边的东西就主打油鸡，旁边就随便卤一卤，他们所有卤的东西都很好吃。我觉得传统市场能够屹立不摇，对，一定有它的原因的。对，然后我们看这边吃东西的老饕，他嘴巴都很挑，很厉害。台南好吃东西太多了啦，好吃的物件，你若真正行下来，你一定要知影对。对。但是你如果没有这行下来的饕客，你可能还吃不出中间的差别。姜汤给1包，姜汤给1包，学起来哦，记得哦。好，对，记得。哇塞，这一桌是大哥说保证不雷，鸡肉就直接盐水鸡那种高汤，然后你还多跟他要1包。对，我们如果吃不完都可以加面线啊、冬粉的，稍微拌一下，超好吃的。哇，它整个鸡的那种精华、那种香味都在里面，就直接淋上去就好了。
其实你知道来这里啊，看到一个最值得学习的地方，是他们一家人都在一起工作。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，这是现今社会上已经少有的家人紧密连结的状态。佩服佩服，谢谢谢谢。吃了，你先吃。哇！哇，一入口那个香味马上上来。对，这不雷，保证不雷。对，啊，好好吃哦。下酒或者是配饭，我觉得它是很新鲜的。啊。哇，好吃好吃好吃，肉真的很好吃。这个时候弄一点点 B 哥，哎，这不是我说要带上高铁的吗？你们拿下来吃了。哇！弄一个这个，吃的是一种回忆耶。我在台南读书，就是这种味道，料理中微甜的味道。先来吃吃看鱼册，这我没吃过，加一点青菜在里面。很香哎。对，香香。对，鱼香味。对，肉香味。肉香味，芹菜。对。你北去怕流力，对，它会刚刚好。对对对，在嘴巴里那种感觉，哦，鱼册，哎，没吃过哎，没吃过哎，没有最新鲜无防腐剂的鱼丸的，蒜头啊，汕头鱼丸，汕头鱼丸，蒜头啊，哦，好，它的那个脆度很天然，有些鱼丸它脆是，但是你这脆你会有一种。那种一般加那种脆粉的那种是很硬的脆，它这种是自然的软脆，不一样。Q 脆的。对。如果说粉多鱼肉少，就是很硬的脆，一下子就断掉那种感觉，嘣，断掉。传统市场看似杂乱，却是乱中有序，充满精神的叫卖声弥漫了整个市场。不仅提供在地居民当地当季的食材，更多的是超市无法体会的人情味，以及传承世代的美味。台南飘香百年好物，据说是从阿嬷时代就流传下来的哦，到底是什么呢？是虱目鱼松、虱目鱼肚、花生酱、莲藕粉、海盐、柚子，到底是什么呢？荔枝。台南除了小吃、文化古迹外，物产丰富也令人印象深刻，像是文旦、鲜科、虱目鱼、芒果、牛蒡等等。这次来到西港找好物是什么？来趟田野调查吧。大姐你好，你好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一下芝麻也可以叫胡麻，芝麻。嘿，麻啊，我黑控哦嘿，我长这么大，我吃过很多芝麻，什么芝麻酥啊，然后芝麻糊啊，然后拿芝麻撒在日本料理啊，什么很多，对你各式各样，你常常使用到芝麻，但我真的不知道芝麻长这样哎，像不像那个秋葵小的时候，然后烫完以后你就可以吃，但是这里面是芝麻，你把它剥开看一下。哦，这，哎。哦，所以这个是还没有成熟的，是吗？对，那个还没有黑，芝麻味可以吃，只是说它有一点臭青味。来，这个给你。没呢，我根本就好吃呢。这个黑的，也差蛮多的。它这个被风吹走了，被风吹走。这个是黑的，好吃哎！你双手啊，双手，这里有开的。等一下，放哪？弄。哦。你在变魔术吗？对啊，哇，漂亮吧，很黑吧？哎，好漂亮哦，也太漂亮了吧！所以它这个是黑芝麻，对。然后你说又可以叫胡麻，对。为什么它芝麻跟胡麻它的差别？我不知道，我以为是黑芝麻就黑芝麻跟白芝麻，胡麻又是胡麻，就是学名的意思啦，就好像说你是一个艺人，你有艺名，你有本名的意思。郭富城嘛，对，小名窦智孔，窦智孔啦，本名郭富城。OK 啦，可以啦，你说行就行啦。现在是产季嘛？现在是产季，产季是几月到几月？大概都是8、9月份开始种植，这个时候刚好会遇到台风季，每一个人种的时间不一样啊，因为芝麻它本身它是怕水的。
你也是土，咱的黄土较属于沙地，伊个唔惊水。啊，然后泄水性非常好。对，然后他们就是要种植的时间已经都定好了。他们不怕因为下雨，那一天下雨，那个下午下雨的话，隔天早上等于就是差不多干了，他们可以种。啊，像我们这个土没有很沙子的话，如果前一天下雨，我们隔天也没办法种，因为土还是湿。像今年没有什么台风进来嘛，去年也是都没什么台风，对，所以这2年再种就比较稳定。哦，也是。曾经有一年莫拉克那一年3个大台风，那一年我们就播种了3次，还是没得收。哇，都被老天爷收走了。对呀，对呀。好辛苦哦。胡麻又叫芝麻、油麻、乌麻，原产于东印度。台湾目前种植的以黑芝麻为主，产区在台南西港、善化、安定等地，占全国的90%。芝麻生长期大约3个月，植株会一路往上长到超过1个人的高度。一旦植株转为淡黄色，由下往上开始落叶，就可以采收喽。很简单啊，就拿刀子啊，然后嘞，这样子啊，放。但是我有看到人家这样摆，这样摆起来。那个是我们割下来，然后就是我婆婆她会用地皮啊，捆的给它收起来。对。把它绑成一束一束，然后我们会架一个架子起来让它晒。对。我就让它晒哦。对。晒到围开，晒到它的果荚围开，你那个芝麻你才打得出来。哦，阿妈，阿妈用。吹。免吹。来啦，爱吹，爱吹。OK，先把吹起来。好，再来。啊，你迄话我试一届，我试一届看卖啊，用这条好啦，好不？这个是用竹子下去破的。地皮呀，所以我弄叫地皮呀。地皮呀。你讲哪？你讲。按这转一圈往下。安尼。啊，吹了。吹了。吹了。对。吹了。安尼。吹啊。好来嘞。缠在一起，卷一下，稍微卷一下，对。不是，你要卷啊。我又卷了。安尼啊。你要卷，然后再把它。对，塞进去，塞的，对，哦，好厉害哦，真的是有天分呢。我怎么觉得我根本你怎么个顺呢？你跟这几个看没好不好？因为阿妈她这样手就只有这样绕就好了呢。注意看哦，你看，就这样就好了。阿妈今年88了哦。我用。哇，你这用咩？真好用。再来，好嘞，对，完了，安尼有对，塞了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1个人就可以嫁了吗？我的公屋一个人没办法了。真的吗？哎呀，我还不行呢。我们就是至少2个人。嘿，我们这样子就是这边可以去收。嘿，来，咱就安尼。夹在手边，我是拢夹在手边啦，哈，手边就是这样子放在这个脸的顶边，安尼，然后来放上来，这样子压，你手要这样子。我怎么感觉我们俩现在有点浪漫啊？很浪漫哦，是哦，真好。我们这样把它全部叠起来，它主要是为了让它晒干。对，晒到它这个豆荚干掉围开，不能太开。OK， 它是靠温度让它围开，还是说像现在干燥的东北季风来的时候？风吹下去，让它弹瘦起来，它就会。不要风。不要风，它要太阳。对。只是要让它在这边晒太阳围开就好。对。晒到围开要多久时间？因为有时候看太阳啊，如果说冬天的太阳就比较没有那么强啊，大概我们是会抓大概3个礼拜。3个礼拜，我以为几天呢？没有3个礼拜，因为相信要1个月时间。你要看状况。OK。因为像我们的叶子都很少。对，我们都是等到它成熟，然后叶子快掉光了，我们才会来收割。OK， 收割完，你看这样子再晒就比较快。哦，有的人就是整颗都很绿的，很多叶子。对，所以它相对的就要晒比较久的时间。那这时候如果碰到下雨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因为像这个是刚在晒，它都还没有开。OK， 如果说晒到已经围开，然后遇到下雨，它下个1天还没有关系，大概2天3天，它如果一直持续的下，就不行了，因为它会生沟。哦，没办法收，因为那个时候它已经围开了，你收了等于就是芝麻会掉。10几株的芝麻捆成一束束，再一一交叉，立在田里自然干燥。
沥好后还要用绳子缠绕绑起来固定，避免倾倒。因为芝麻的硕果干了会裂开，倾倒将会使芝麻粒掉满地而造成损失哦。大哥你好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芝麻坏坏吗？对啊，芝麻坏坏打芝麻，抱起来大概也有个2、3斤。对啊，我有4、5斤。抱个小孩一直在那边摇，你能摇多久？那就这样一直炒，要炒到什么时候？炒到芝麻会跳舞，你会听到它啵啵的声音。什么时候？台湾第1点，芝麻坏坏打芝麻。那已经都这样打才会很干净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拍好当面啊？处理啊，嘿。我看要拍好是有啊，生气。这只我拢有啦，但是大概拢足生气啊，然后全部偌济啦。对，它其实里面都是空的了呢，里面都有空的，但有些是还没有打出来的。哇，还是有呢，大哥。袂当拢生气啦。我都够完全迄种嘛，对吧？袂当100%。哦，但是它你看，它是打得很干净，你从这边这样看，有没有？啊，打这有什么技巧吗？没有，没什么技巧。没技巧。就是甲讲，就是跟我烤出来了，对吧啦？甲讲。你看这上面都是芝麻，你看这里，这无技巧。这里都芝麻，有看到？有吗？你看，就这样要把它敲出来。哦，好疗愈哦！一打全部都一颗一颗全部跑出来哎。所以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芝麻的眼泪，它刚烤出来。啊，像安尼会使吗？会安尼使。安尼是偌济，2分半。安尼然后2分6。2分6个田安尼收成落来，啊，咱若收起来安尼拍一拍偌久？看你工人济啊少啊。啊，就刚刚恁2个呢2个爱头我就？1天哦，哇，要打1天呢，就在这边这样敲1天，好辛苦哦。哇，不离啊多呢。等一下，不知不觉这全部是芝麻哎，你看，打了这么多，哇，都是芝麻哎。再抬水盖，再爱个一盖嘿，再过一盖。哇，所以它是先把大片的叶子筛掉，然后等一下再把小片的叶子筛掉。哦，大哥啊，这样芝麻的这个壳啊，没有用处了。没有，可以摧毁啊。哦，芝麻的一生。哇，来个鸡，还有身体，水啊！哦，其实很累的，真的。你不要小看这样啊，这手上这样抱起来，大概也有个2、3斤呢。给啊，他给啊，我有4、5斤。对啊，就是抱个小孩一直在那边摇，你能摇多久？哦，对啊，还好没太阳。这如果说是正中午或者是夏天的时候来这边，根本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间歇性运动。这来就搁用电风吹，搁用电风吹？嘿，啊，即摆有风通，我吹我紧啊，袂足生气。袂足生气。无啊，要看出来，要看出来。我看出来。哦，会伤下嘛啦。迄来个变干。要不要考虑我跟你换一下？
这样都会把一些芝麻塞到土里，我觉得很可惜耶。一点嘛，不会了，也有，我配了不够，这个也有也不会吹。是哦。东姐，机器给我。不要。你塞一次你就知道这个有多辛苦，要不然人家都觉得我在演很辛苦。你试试看，让人家知道说其实芝麻有多么的辛苦。好，好，你去，让大家知道一下。你加油！来，马步蹲低一点，马步蹲低一点。对，要不然芝麻会跑出去哦。哎，对，这样非常的好。哇，通姐很棒。OK， 没有啊，再一个。哎，对。来，能够低了吧？好，这样可以。哦，你这个马步非常的扎实，晚上多给你2碗饭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累？是不是很累？是不是？爬山还累。可以。哦，真的。天哪！不可以了，就是这样子哦，绑着。你不可以啦，你可以这我怎么你来拍？我拍到那北七嘞。他刚刚说什么？你讲讲啊，就是这做是艰苦。那你之前不是有架子吗？有啊，有啦，倒上来。好，倒好来啊！你做架子搞丢掉。你知道这轻松多少吗，大哥？啊，你那无开架子来啦，你搞讲没记耶？哦，阿贤，对不起，我们2个都错了。哇，哦。芝麻采收后，接下来就是各种不同的加工程序。西港农会每次推出一项产品前，都会经过60几位员工以及理监事把关，而依循6大古法步骤，生产出的青麻油和黑麻油则是最大宗。除此之外，芝麻糖也是在地最具特色的产品之一。这么多，倒下去吗？现在？全部倒。现在？对，现在。干炒哎。对，干炒，不用加油。全倒。对。哦，原来芝麻糖是这样炒的哦。然后用哪一个？这个。就这样翻，翻一定要翻到底哦，你翻到底会焦掉。对，稍微大。我会稍微大。翻，对。你知道我刚走进你们这一个厂区里面呢，全部是那个麻油的味道，我天哪，太香了。本产的芝麻才会有这种独特的香。真的哈。那就这样一直炒，要炒到什么时候？炒到芝麻会跳舞，你会听到它啵啵啵的声音。会听到它啵啵啵的声音。对。很猛呢，人工炒。对，还不是用机器的哦。人工炒比较香嘛。真的。不过生产的品质就可能，比如说质量就会有受限。你帮我拿一下吧。我觉得。哦，你炒的好专业哦。真的吗？哇，所以都一定要吃芝麻才会长得像你这么漂亮，对不对？只要吃糖。我是有吃糖的，真的。手工炒出来的味道是真的比较不一样。因为每一颗芝麻它的大小不太一样，所以要透过人工才能让它均匀。所以其实你这样子阿丘巴应该很强吧，对不对？不要了，没有，我刚刚比万输了很难看，而且我又感觉会输他。你看他那个手劲，其实在那边炒，我这里已经就是蛮僵的。有没有听到？有没有？这个很烫哦。这个芝麻加上麦芽的温度超级高。它好像一直在滚呢，所以这比例是有算好的，多少麦芽糖？我们有做到就是比较低糖一点，它不会那么甜。现在人比较没有那么甜，没有过到它现在是整个看起来那股糊，等一下它变亮。我要找小汤匙。因为我是小汤匙。哦，这个是现在这样应该是最好吃的时候，应该没有人吃过这样子的吧？对不对？哇，好香哦！哦，好喝。那这样怎么办？赶快，这样很快，对不对？对。我真的是
真的只能在旁边画休而已，帮不了忙哎。有一年呢，台南这个2个礼拜就把1年份的麻油打都卖光。这个挖一条，然后来炒麻油鸡，你有看到羡慕的眼神。你今天是不是不知道有这趴，所以后悔开车来对不对？对，变当公车了。台湾第一点。哦，好喝。那这样怎么办？赶快，这样很快，是不是？哎，我真的只能在旁边画休而已，帮不了忙哎。我真的没骗你，现在这样吃是最好吃的，因为它等于算是2次的加温，你知道吗？一次是用铁锅的热的温度加温。一次是用那个麦芽糖的那个温度，然后上去加温，超好吃。保护对，薄的比较牢靠一点，但是有一些是它比较喜欢厚一点的。我觉得这个好疗愈哦。啊？对吗？会切不动。但是你们要把它切好来吗？没有办法，这样硬掉了，真的啊！哇，还2片！西港农会培养出一批娘子军，每到芝麻产季，他们的手从没停过，为的就是炒出香气饱满的芝麻糖。但是这么手工又费时的在地点心，竟然还不是阿嬷流传下来的好东西。来到有麻油的地方。虽然产芝麻的点，我们就是要用麻油来炒东西。这里面加的是黑麻油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人家说的胡麻油嘛。哎，对。那青麻油呢？青麻油也是黑芝麻，也是黑芝麻榨出来的。对，它要怎么样才能榨成青麻油？它的焙炒温度好，它青麻油就比较浅焙的，那黑麻油就比较深焙的。就比如说我们的咖啡，中厚，对，有这个焙炒的温度的关系。那所以我们胡麻油、黑麻油，我们是拿来比如说做麻油鸡，炒一些麻油料理的，还有麻油荷包蛋，都可以的。腰花也可以。对。那青麻油呢？我们是拿来做。青麻油可以做凉拌啊，就是不是比如像橄榄油的使用。本人在炒的这个叫做麻油鸡，请记得，因为现在我们刚好这个火最大就是这样，那也蛮适合的，因为它就比较属于温烩了。对。你那像党会，它会焦味，对，然后会太焦掉了，然后也不好，所以用对慢慢来炒。开始了，哦，再香掉。你看有一些这些那个香气就出来了，好香啊！我搞，开始。它党混情况，居然来到这边了，麻油吃到饱，是不是？对，可以喝。可以喝哦。真的啊，够一边嘞。你领取过看没啊？真的。一样可以喝。我喝啊，真的喝啊。你可以喝我看看。我最喜欢这个。阿萨里。真的，也够让你味道啊。好喝哎。然后这是我加米酒。这是我自备的。啊，你自备？是我自备的呢。是哦。你被打了。我讲豆浆锅。你豆浆锅怎么还没开始煮啊？我在等你先煮啊，我这个等一下煮开比较快呀。你真的还要炒？我这是全酒的呢。全酒等一下就不煮高汤了。真的是全酒哎。你有在做回来，你讲全酒哎，这当时坐月子它全酒。真的吗？那个姜加麻油加这个酒就是金爆。对啊。等一下回去这个外套要脱起来，穿短袖回去。你不知道我们外景人其实很需要补的吗？外景很辛苦。这个原味的先来，你要不要来一点？来，我帮你弄一点喝喝看。我去报捷啦。等一下开车会不会？你有开车，那你不能喝了，你不能喝，那你不能喝，那就不好意思，我就喝给你看。很香哦。全酒。哦。赞呐。
你有没有看到羡慕的眼神？你今天是不是不知道有这趴，所以后悔开车来，对不对？对，应该搭公车来哦。哎，你的关起来了，你的关起来了。你看，你一直在注意我的麻油鸡，你自己的那个什么芝麻豆浆都没有顾啦。对，我要加料了。哦，哎，这个麻油拿来煮这个真的很好吃哎。啊，我找了一个你们的人。哎，今天谁没开车的？刚刚那个跟我拍照的妹妹，请她来一下，用你们的麻油，然后加上我自备的米酒。哎，你来。哦，他说请你喝那个。你运气真好，来。来，因为他开车，他不能喝。给他。他这个干净的。然后你喝一口，告诉他们这个是什么味道，好不好？红酒的哦，然后请你喝的。你喝一口，小心烫，小心烫。口罩嘿。对，小心烫。你喝一口看看，小心烫哦，小心烫。不会等一下醉了吧？哦。但是好不好喝？好喝，是好喝的哦。可以给它喝完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你没有骑车开车哈？等一下要上班会不会醉？这个不问你的主管。不够再加，那我再帮你开火。真的不够了，这个麻油这样子弄真的太好喝了。他拿那个高汤，你根本用不着。他有要用高汤吗？对啊，你后面一壶高汤，你都用不着。有高汤哎，我们这有高汤哎，加高汤，我不知道，我以为是用我自己的。哦，真的哦。你先吃完这个，你先吃这个鸡肉，等一下再加那个高汤，就还没有加高汤。这个麻油鸡这样子弄是真的好吃，我自己在家也都是这样子。好好吃哦。对啊，这个鸡肉很好吃吧？干湿两吃的麻油鸡锅是在地人活化原本闲置的农会谷仓后，结合在地特产而推出的芝麻料理。除了最佳人气的麻油鸡锅外，芝麻豆浆锅或是胡麻轻食风味餐都是不错的选择哦。到底百年好物又从阿嬷那个时代就流传下来的东西是什么？哇，那就是这一碗喽。这一碗？对。台湾第一点，到底百年好物又从阿嬷那个时代就流传下来的东西是什么？哇，那就是这一碗喽。这一碗？对。哎，我今天玩了一天的芝麻了，到现在连芝麻油，哎，这该不会很香吧？哦，超香哎。对。这个挖一瓢，然后来炒麻油鸡，也是可以的啊。很舒服哎。对啊。这是浓缩型的吧？可是这个太浓稠了。这个难道是什么？难道有酱油膏？这是麻油膏吗？这是麻油的沉淀物，最底层那一层。麻油的沉淀物。对。它最底层，但这个是可以吃的。这个我们没有拿来吃，我们拿来做东西。哇，很浓稠，对不对？哎呦，麻油的沉淀物。对。然后你们拿这个沉淀物拿来做什么？我们来做这个麻油打。什么叫做麻油打？哇，这是古时候啊，我们阿嬷他们都是用这个来抹她的伤口，保护她的皮肤，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做成这个麻油打的话，有修护的作用。哦，等一下，所以以前是用这个有伤口的时候裹住的，比如说你在务农的时候，你也许你踩到一个什么，脚破掉，对，割到了什么受伤，对，被稻草等很利的草划到，对，然后你就拿这个麻油膏，把这个抹上去，对，古时候的智慧。哦，其实我觉得从古时候就已经创造出现在人工皮的思维，对，因为它是把伤口封住，对不对？就像是我们小时候曾经听过一个，就是说，当你看到狗身上有那个皮肤病，老一辈人都会讲说，啊，你的给骨油哦，把骨也勾勾哎，都好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整个把它封住了，然后它就会让它重新在里面修复跟再生，没有新的菌进去。哦，所以以前阿嬷他们也就是用这样的方式。对啊，对。好酷哦！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变成这个麻油打，我们台叫麻油蛋。它的成分很单纯啊，就是麻油的，就是麻油的沉淀物，还有那个蜜蜡、芦荟、维他命 E。我们有一年呢，感染不是登革热很严重吗？对，我们
们2个礼拜就把1年份的麻油打都卖光了。哦，真的哦。因为网络就是在说那个蚊子很怕麻油的味道。涂抹在皮肤上。我想一下，我今天来到才刚刚1整天。对。我刚刚没有帮他点油。冬天比较没有蚊子。哦，是冬天的关系。夏天比较。我以为是麻油味道的关系。哦，懂了懂了。喜欢吗？记得按赞加订阅，台湾第一的，开启小铃铛哦。